这位可爱的精灵少女失忆了，她醒来时，身边只有暗无天日的石砖墙壁和一群追着她想要她的恶心怪物。她渴望记忆，渴望认同，渴望友善，渴望爱情。她寻回记忆了吗？寻到了。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名叫菲亚，是失踪已久的公主，是精灵女王艾拉利亚的女儿。可代价则是自己要亲手手刃被腐化侵蚀的老冯。他获得认同了吗？我想是的。神的光辉逐渐暗淡，世界需要一位新神诞生，重新照耀这片黑暗的大陆。菲亚被选为其中之一的天选者，前往万神殿给古神生小 baby。途中，我们结识了和我们一样被选为天选者的修女莉莉。莉莉很温柔，很善良，她会为被哥布林掉的村民哀悼，会在我们将要遇到前有悲伤时给我们加 buff 回血，而且他也期待获得我们的友谊。可冥冥中的代价则是他先我们一步被神灵种下了神子，最后死在了我们怀里。我们可是在拯救世界，正义的使者得到他友善的对待了吗？世界将要迎来他的至暗时刻，此世间狗尾续命，无论是底层的平民还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君欲沉沦在无尽的狂欢与疯狂。主角菲亚一路坎坷，遇到的正常人确实不多，可在穷乡僻壤的渔村已经穷途末路之际，那蓝色的身影愿意牺牲自己为一个外乡人指出逃生之路。菲亚后来成功弑杀邪神，可谁知神灵并不会真正死去，诅咒在他的身上蔓延。或许他救过无数的外乡人，但最后却没有人能够真正救他。那么接下来我该回答爱情了。是的，他没有得到，即便堕落拥抱欲望，可最后温存缠绵的美丽身影却化作了最让人感到亵渎和丑陋的真实模样。这确实已经不能用前有悲伤来形容游戏了，这个游戏的黑暗世界确实已经烂得无可救药了。所以绝望的世界，绝望的选择，游戏最后在我们集齐全部的神之子并击败邪恶 BOSS 后，明明可以直接成神飞升拯救世间，可一路以来的恶意和潜藏在人心最深处的阴暗真能被彻底根除吗？更何况我们的光芒也会暗淡，最后世界依旧会回归它原本的样子，这就是个循环。所以我们还可以在拥有最多柴薪的情况下放弃点火，让世界彻底黑暗，走到高塔边一跃而下，舍弃一切，这样我们就解锁了游戏的黑夜结局。如果各位没有获得过神之子，也就是说没有直面同行者们的死亡，我们会得到一个最坏结局，到达塔顶后直接被月神硬控，然后狠狠注入，最后同样是给世界带来曙光，但这次我们作为的是邪神降临的工具和神子榨取的养料，这就是乳母结局。菲亚的冒险这个游戏参考的魂游真不是一部两部，但总归我认为最像的还是血缘诅咒，我最爱的那款魂游巅峰。游戏目前正式发售已有大半个月了，很多人肯定都玩通了，估计就差几个结局没有全收集，索性我开篇就把结局触发给各位汇总一下，让差一点的玩家好豁然开朗。那么接下来是游戏的全流程手把手攻略和跑图介绍，希望各位跟着我的节奏走，游戏的整体节奏能被拉快很多。首先各位来到渔村，之所以先来这里，是因为在渔村缔结和海神的契约，第一免费，第二非常强劲，可以说是我们能从头用到尾的轮椅契约。海神我们先不着急打，等日后拿到更多的符文和加成后再来挑战。开局我们找人美心善的人鱼姐姐对话，我操，她真是我老婆。然后向下走，拿湖泊符文，篝火点继续向前。我们人皇部把渔村都探索一下，开一开图。可能全场有遗漏，但我们的搜索绝对可以做到全符文全契约收集。前期不建议各位多打这些渔人，他们血有点肥，而且攻击范围很大。在即将去下一个场景的下方有一个船，可以当做下水捷径，各位有闲情雅致的可以轻轻怪一鼓作气推下去。下个场景我们拿完钱一路往下探一下水里能拿灵魂等级，之后我们再去拿外口符文，可以走一下右侧小路绕过去，走上木板路往右下方走。下方区域很大，但是水下有水鬼会埋伏，清一个之后开完贝壳立刻走。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路往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木屋就是主线的正常路线，屋里做完篝火后就会有触手来抓我们，应该是必须被触手触发 CG 才能够缔结契约。之所以选择旅馆是因为里面没有渔人干扰，本来我是这样打算的，可是外面还有东西没有搜完，所以这波摊了好吧。虽然计划不一样，但是结果还是好的，被渔人法师的触手魔法抓了也算是得偿所愿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海神的契约，可以让我们的攻击变成触手爆发高额伤害，再搭配上我们的丰收符文套组爆炸符文，大触手升小触手直接1升2 2升3无穷无尽，打起来非常顺手。但是我们的轮椅套还没有凑齐，再搭配升级后的跟踪符文最为合适，所以这个时候
后就需要我们加一个符文槽，回到牧场。因为我们已经前往了万神殿，所以村长这个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教堂左门的钥匙。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杀老冯了。老冯的攻击方式非常单一，而且站着不动是相当好的活靶子。如果没有高伤符文加持，他血后会回血，会无限召唤自爆小怪和杂鱼史莱姆，确实有点难对付。可伤害加上去之后，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快刀斩乱麻，几次蓄力攻击直接轻松带走。现在我们的轮椅套正式凑齐，接下来就是要去拿燃烧符文。回到底层森林，我们有3个目的，第一个是收集底层森林的物资，第二个是去找黑山羊缔结契约，第3个就是去地下监牢把铁处女打死，然后开通去深渊的路。当然，金兔子各位不要忘记打一下，它能给100金币。从底层森林的驿站马车区域出来，我们一路往右走，各位可以记一下地标，这个石砖柱子的右上角就是去迷宫找黑山羊的路。右下方找到有花的地方，这个花这个怪啊，一路往下入水潭就能拿到暴雨符文。森林迷宫的通关方式我放在屏幕上方了，各位可以看一下，总共4个区域，这个岔路会通向各自区域，记住之后就能从容应对。各位也可以看我的走法，这样走自然是最快的。我们找到深渊教团，发现这里不少人正快乐的开着派对，我们对完话直接上去。我宣布，这个是我新妈妈了，好吧？缔结契约需要300米，各位记得刷好米再去拿契约。拿完契约，我们走3场景的左下角小路拿血量上线。回到底层森林还是原来的地标，我们一路往右找到有指示牌的地方，然后一路向下。等我们发现这个底层森林第1高手这里，就说明我们找到位置了。继续向下就走向去地下监牢的路了。但不得不提，地下监牢是真的挺牢的，里面的怪有点疯狗不说，甚至还有机关。最可恨的就是机关了，死怪手里没几次，好几次都是死这个火焰机关上，特恶心。开始跑图，第一个篝火点上方是一个捷径，我们可以慢慢在路上打开。到了第1个岔路口之后，我们不用管右边的路，因为右边的路也是一个捷径，所以直接走左边的小路。到了这里，各位可以把怪尽量清一下，不然剧队会很难办。往下走，有点各位不能看的东西。狱卒和美少女正在玩木马，我们先暂时不去阻止狱卒因为我们还要往上走拿道具开捷径。中间这个空间堆了好多怪，这无疑我们开捷径的路会非常不顺。光点推荐各位拿一下，可以增加血量等级。开完回来，我们不着急走左侧的路，我们先一路向下找骑马的少女和狱卒这里，走这里的通道。我们能救个兵团大姐，但是我喜欢叫她灰心姐哈，她可以帮我们打2个 BOSS， 铁处女行刑官和最难打的深渊之主，而且最关键的她没有 bad ending， 打完最后一仗应该是回家养老了。打开地图上方的开关，我们向下走。各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没错，这条路就是之前我没让各位先走的捷径左侧。如果我们探索途中无奈寂寂，就可以篝火起身走捷径，然后左走继续闯关，非常快捷啊。注意上面这个箱子是个宝箱怪，但不得不打好吧，里面装的可是一个神之灵魂石。正常的主线路径是这个宝箱怪下面的路最阴的地方来了，兄弟们，这里有3段机关，分别是火、剑还有大火，在火和剑的中间甚至还夹了个怪。我都不想多说啥。我录这个的时候，我记得我总共是跑了有5次，秘诀就是各位想尽办法撒丫子翻滚跑就完事了，确实没有什么很牛的诀窍。前2个机关还好，但大火的机关处真的是折损率最高的地方，各位尽可能的多翻滚搞无力针就完事了，千万一定要把灵魂槽填满再来，不然想回血缓一缓都难。好，你过关，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的燃烧符文获取点了。多少个视频，多少条评论，大伙最想要的燃烧符文终于来了。
但必须把 BOSS 打败。我去，还有第2关！在开启战斗之前，我们可以右走，先把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岔路捷径打开。回来之后找我们的佣兵大姐对话，直接冲刺！铁叔你单刷可能有点难，但有大姐，我们前期容错是有很多的。各位只要想办法绕她的身后欧她的头是最好最快的，而且还能躲房间的穿刺攻击。挨这个大门处，有些时候铁柱你的砸击是还砸不中我们，却是个很爽的位置。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铁柱你的火刀攻击，很多人玩的直觉就是这个火刀砸下来之前是飘着的，不在这个区块里，但实际上啊，你左右上下移动是能碰到的，这就很恶心。还有就是他半血之后下弹幕语，大概率大姐会在这个时候被打下线，毕竟大姐牛服，但是大姐不会翻滚。后半关血各位就需要拼运气，也要拼点手法了。还是那句话，别贪刀留体力，我们伤害绝对是够的，而且打背身伤害更可观。不要着急，千万别着急。讲到击败后，我们算是到了游戏的中后期了。尽管一个神没杀，但我们现在真的强，而且再也没有该死的路障拦我们了。跟大家对话，玩过黑魂的观众一定不会陌生，和不死团灰心哥的出身如出一辙，而且对话也很有那味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叫她灰心姐了。目前的深渊大门紧闭，我们需要去牧场的小商人那里搞到骷髅徽章才能将其打开。剧透一下啊，商人卖的骷髅徽章是灰心姐的。哎呀，这奸商真的是啥货都敢进啊！出去地下监牢，右走我们就可以解锁密林小径的驿站马车，左走烧下藤蔓，然后继续左走，在地图的中间有一个隐蔽的虫巢，打掉有体力升级，然后我们继续左走。Surprise, motherfucker！ 哎，我去，这不是哥布林 bro 吗？从这个洞进去就可以去哥布林巢穴。洞口的左侧有哥布林居的地方，就是我们第1集游戏视频当中那个无法开启的门和牧场女仆的妹妹尸体。唉，前有悲伤。如果我们捡了她身上的遗物回牧场，女仆姐姐不敢想有多伤心。唉，还是不捡了。我们这里是在用善意的谎言去保护她，大不了哥布林往我晚点打就是了。现在汇报符文配置，我们的轮椅符文组已经成型了。如果继续使用我们的爆炸符文，虽然也不错，但我倾向换成燃烧符文，火焰 dot 显然更出色。丰收符文组合是土地加树木或者是森林符文。之所以加光芒符文，是因为它能增加弹幕速度，普攻距离会得到加强。当然，光芒也是有进阶版的，就是生命之光符文，需要至少打败2位古神才能获得。所以我们的计划是先拿森林，再拿生命之光完成升级。接下来的目的就是去墓地下方被藤蔓挡住的那条路，去遗忘之森深处完成精灵少女支线，打败森林之神，然后再去教堂打天空之神。顺便我们还能拿我们的第2轮以女神骑士誓约。遗忘森林第1个岔路，我们先走右侧开驿站传送点。这个时候各位可以回去一趟，把开路的消息告诉精灵少女莉亚，她告诉我们会在路上留下标记，其实还挺明显的。这个记号绿绿的一坨在地上。回到原本的驿站区域，然后我们一路向左，第2个岔路先下走开箱子拿灵魂石，然后继续左走。第2个场景中，我们很快就到了第1个路口。这个遗忘森林的岔路是真的多，我们可以先往上走，总共3条岔路。第1个岔路7拐8绕是个篝火点，但这个篝火点实在太牛魔绕了，不建议做，好吧。第2个岔路有大区护着，各位别以为打死这个区就完事了，打4了之后会分裂成很多小区，各位打完别急着往前冲就完事了。清理完怪，我们可以拿到体力升级，之后一路向上，这个墓地的左上角就可以见到我们的莉亚了。他告诉我们前往精灵村的路被粘液挡住了，怎么办呀？对呀，怎么办呀？牛魔的燃烧符文是我找的，你还是我从哥布林手下救的，现在回来的路还要让我帮你打通是吗？队友，你咋这么废物啊？队友呢？救一下呀！回到原本的目的，我们沿着左侧一路向下，第1个岔路这个大 S 就是我们去打森林之神的路了，但依旧不急着去。我们把路都开全，下方这个有粘液的位置就是我们从大 S 出来之后会到的地方。之后我们走大路往上，就回到原本的路口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走个小路，虽然没道具拿，但石碑上写的东西和剧情有关。我们回到大 S 处，直接下就来到了虫巢。一路上可以说又昏又暗又恶心，一堆蛆，好吧。前面2条大的能略过，我们就不去费劲打了。虫巢的第1个岔路口，我们可以先往左侧的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打森林神的地方，提前在这里做个篝火，以免不小心死了被传送去别的地方。之后往右走，之后又是更多的岔路，哎，我都懒得说了，各位看我的视频里的走法好了。
拿完道具和升级物品，我们直接去干 BOSS。森林神的攻击方式非常恶心，是那种完完全全不能近身的类型。刚一进去，各位就不要动，他有概率直接撞你，或者吐毒液、吐毒物，或者飞天砸。这就是他前期的4种远程攻击方式了。毒物和飞天砸人要注意，你如果靠近那个毒物，它就会跟踪一大坨全往你身上飘，很不好躲。飞天砸的各位需要反应快一点。我的诀窍是它飞天时会掉多少毒液，一般滴下第4滴毒液后立刻连闪2、3下，时间可能有误差，各位要留好体力，留容错，不然砸你一下贼疼。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各位站远点风筝它，然后等它冲刺撞人的那个技能，只要躲掉，它就会有一段时间的僵直，我们只需要站远点疯狂输出就完事了。等它半血，它就会多一个技能拉蛔虫，很恶心。本来这个 BOSS 飞天砸的那个技能就已经很不好躲了，结果还有这么多虫子干扰你。当然这也是个机会，各位听到拉蛔虫的那个恶心的动静的时候，直接快速拉近。咱这个符文组打群伤不错，打2下下去能尽量清掉虫子，还能推一推血条。当时打 BOSS 的时候穷，没升级追踪符文和火焰符文，导致伤害没上去。各位可以记得打之前升级一下，会舒服很多。BOSS 打完之后钻 S 出去找我们的精灵同伴，年夜散开，精灵村豁然开朗。我很喜欢这边宁静安详的背景乐，真的这游戏太牢了，恶意太大了，突然有种回家的感觉，这简直太好了，太棒了。之后我们找精灵老头对话，能了解一下这个游戏的背景故事。然后再往前走，和森林神说话。之后我们就拿到了彩虹符文，与系列的符文正式凑齐，只不过这套符文伤害太低，我个人认为发挥空间不大，等待绝活哥们开发一下好吧。精灵栖息地有哈基米小屋，专卖各种灵魂石，甚至也有神之灵魂石，这也是我优先开森林的原因之一。小憩一下，我们可以找到莉亚奶奶的精灵小屋，莉亚开开心心找到奶奶吃馅饼了，哎，真就哥们在外面拼死拼活，兄弟在家作威作福是吧？但话又说回来，其实如今也挺不赖的，妈的，外面 NPC 都快死光了，最后还算幸福的也就这姐们儿了。我们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坐下来吃一吃奶奶做的馅饼了，这就是家的感觉吗？但是没时间保持静默下去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大教堂的解密加 BOSS 的车轮战消耗。如上一期菲亚的冒险视频最后得知的，我们要集齐圣血、圣法和圣剑才能够开启挑战古神的密室，所以第一个圣血我们要走大教堂右侧的道路，走到底进行一个简单的推箱子解谜。我说的简单就是字面意思上的简单，这可以说是游戏作者最后的仁慈了。圣法和圣剑我们需要回到大教堂修女切的位置，一路往左走，上楼梯，2个房间各拿一下物品。注意，第2个房间的壁炉是可以穿过去的。哎，拿到血量等级，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我去，居然还有第2关！嘿嘿，你们以为我们拿到了神殿符文就算完了吗？我去，居然还有哎，骗你们的。骗你们玩的。绕过这3个主教，我们第3个房间就是拿圣发的位置了。这里有一个遭遇站，当我们清掉大多数的主教后，就会掉下来几个胖骑士，这是唯一需要注意的点，因为我们现在的攻击力是真的顶，好吧。出来之后又走上3层，第1个楼梯间就是要去拿圣剑的地方了，但是不着急，我们先去拿体力等级和神之灵魂石，再去开电梯捷径，顺便去找莉莉加个 buff。骑士团长克里夫，如果我们前期挑战，我只能说他绝对是我们难以战胜的劲敌，好吧。但如今的你，在我们的半神利亚眼里，只能算个萝莉。克里夫的攻击欲望还算很强，最稳妥的打法就是拉远距离后，等他俯冲的技能冲下来的硬直，给他2电炮，然后快速拉远恢复体力。现在的伤害不错，2、3波下来就能给他打到2阶段啊。当然，第2阶段也无济于事，好吧。一样的打法，最多就是兄弟们要多躲一下他的斩击和圣剑弹幕。
参战结束，圣物归齐，现在我们要去找天空之神练一练。说起来，这教堂金屋藏娇啊，没搞错，这位沉睡着的就是我们一直拜的女神了。想必这姐妹儿曾经应该也是和菲亚一样的少女，曾经的她选择的应该就是曙光之路。我们坐在她一旁的圣光处等待，菲亚睡着后就会进入天之境，之后一路往上走就会见到天空之神。天空之神也很好打，属于作者善心大作设计出来的。这白龙体格大，攻击方式单一好躲，而且我们的视角也被拉宽了。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龙 bro 喜欢跑马拉松，突火的时候两侧多躲一躲，然后追着他打就完事了。战斗结束，咱也不着急离开，一路往上，找到一处看着就很神圣的大门，我们就来到了女神的闺房。场景的左上角有一些谏言，这高神说的应该就是女神，简单概括就是女神本神臭了，神格被外神偷走了，我们必须集齐所有神之子才能拿到好结局。回到光芒处，我们缔结契约，终于轮椅全部凑齐啊，舒坦。为什么说女神骑士是轮椅？因为这个技能能以战养战，在菲亚消耗灵魂值回血时，它会射出长枪，因为我们身上的有追踪符文，所以这个长枪它也有追踪效用。各位别忘了，有攻击打到怪身上会发生什么？对的，会上涨灵魂石，所以我们是在一边消耗一边恢复的，所以长枪的攻击力小，恢复的灵魂值不足以完全弥补消耗，但也很耐用了，好吧？最好的搭配就是兄弟们把耐力用光之后，立刻换成女神骑士契约，然后疯狂回血，等耐力回升上来之后，再切回海神的契约继续打。我操，赚起来了！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好朋友不见了，他怀上了神之子，就在教堂外面。建议各位打到这里不要出去找他，因为如果集齐3个神之子，我们就拿不了乳母结局了。建议是把海、深渊、空、森林神全推掉之后，不去拿神之子，后台文件复制粘贴留档，先解锁乳母结局，然后再回去拿一遍神之子，再去解锁黑暗和曙光。我们现在终于有钱了，之前一直没有提开大教堂驿站的事。现在我们去找这边门口守着要奉献的主教，给他捐钱，捐300能拿一个契约，再捐500解锁受洗仪式，再拿一个契约，并顺带能进小门开马车。哎，我真服了这个腐败的教会了，还有这个恶心到爆的受洗仪式，牛魔的往飞下头上挤点洗发水就是受洗净化了。哎呦我阿弥陀，给你点你不要脸。之后我们还能去更多的净化平民百姓。进祈祷室之后，等一会儿就会有信徒需要净化，然后他就会从小洞口里伸出来一条小虫虫给我们。说真的，最后菲亚成神没给你们爆了，真算脾气好了，是我就要狠狠的肃清你们这帮臭虫。现在我们打败了2个古神，回到万神殿找修女领一下生命之光符文，完美。现在我们去开深渊之门去惩戒魅魔，不对是去惩戒恶魔去。各位要注意，这边有个距离很远的建筑，上面的光点你们不要怀疑。现在你们就是拿不到，不要内耗在这个场景里去找隐藏道路。我们继续往下走，看到这边的亮光了吗？嘿嘿，之前我第一次打也被直觉骗了，想着应该是一路往左走，但其实这里也有路的。进去之后就到了繁殖场，最后要打的 BOSS 是恶魔王子。我之前一直觉得恶魔们是深渊之神的眷族，但目前可能要画个问号吧。这是我们一会儿要打的深渊公主，你看这俩东西根本就不在一个图层的好吧，所以这群恶魔可能也是在镇守深渊，防止侵蚀。繁殖场的地图还是很简单的哈，篝火点右走就是 BOSS 房，我们先往左走拿道具开捷径。恶魔王子很好打，没走位，地图还很简单，就算他吐毒，各位全接问题也不大，不被他的投技抓到就行。耐力充沛就追着他打，没耐力了就等他不冲刺了，女神骑士轮椅他。
打完记得鞭尸，然后往右走到头，各位可以拿到一个神之灵魂石。之后我们走捷径，回到之前打恶魔王子或深渊之神的岔路，这次选择一路往左走，一路上捡下物品，尽量躲掉这些野怪。第二个场景我们就算彻底安全了，然后开一下大升降梯，现在就算是打通了深渊底层和监牢篝火的捷径了。我需要再次声明，兄弟们，没找灰心姐的现在赶紧回去找，因为深渊之神单刷实在过于坐牢了，牢中牢。来到深渊底层，会有深渊之神拉出来的小婴儿干扰我们，一开始见到就尽量全打掉。不过你别说兄弟们，这个深渊之神长得太像那个说的道理了，上面还有很多不可描述的器官，相当不可名状，就不露出来污染各位的散值了。我们一开始尽可能多的去攻击它，耐力耗光就用女神骑士继续输出，咱尽量把它打到半血以下，因为这个深渊之神会回血，打得越多容错越多，好吧。等深渊之神的血量掉到差不多3/5，他就会召唤深渊公主帮他作战。对喽，这就是最牢的地方了。虽然深渊神是个活靶子，但这个深渊公主移速快，攻击欲望强，最重要的，他看你距离被拉远，甚至还会传送到你身边继续砍你。还好我们有大姐帮忙输出，深渊公主不会优先攻击大姐，在我们拉了深渊公主的仇恨时，大姐就能帮我们输出。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躲掉深渊公主的追杀，然后尽量打2下，当然也不用勉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这是彻头彻尾的胜利。找大姐这句话，等我们刷新一下地图再下来时，就会发现大姐把剑插深渊，人不见了，生死未卜，就是还活着，好吧？大姐肯定安然归乡养老了。这个时候各位可以去一趟底层森林那个迷宫去找和我们缔结契约的黑山羊少女，这个时候她不知道咋的变成了一头货真价实的黑山羊幼崽啊！了解过克苏鲁神话沙布尼古拉斯黑山羊幼崽的绝对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把它打掉，就会给我们深渊之子。现在我们重新回到渔村去找海神。来到最开始我们到的这个旅馆，前台拿一下钥匙直接进，购物点坐下之后，房间上方的门就会打开，此时此刻就不会像我们刚进来时那般和平了，一面包车鱼人会从各个房间冲出来想要我们先一路往前冲，下楼拿完灵魂石，然后我们进最近的这个房间，有个玉人正在呼呼睡觉，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了，往上走。第一扇门各位可以进一下，可以看看这个渔村犯下的种种罪恶的证据，非常残忍。之后继续向前，其实也没啥能探的。各位找到这个被封住的路打开，然后推小车进入这穷途末路的小房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爱人啊，他真，我哭。根据他的指示，翻窗我们就到了宁静海岸。各位一路往右，先去把驿站马车开一下，然后回到海岸的篝火，一路向上就到了献祭洞窟。这个场景，什么科斯的孤儿，场景太捏他了。这些跪着的渔人们不会反击，我们可以拿他们先刷一刷灵魂值再进去。给各位说一下打海洋之神的诀窍，各位进去之后不要占空地区域，不然太容易挨打了。各位可以看两边哪里触手少一些，然后找到海神头和触须交接的这个位置一站，你就输出就好了。海神的主要攻击方式就是2次的触手、弹幕还有激光。激光我觉得属于是最烦人的了，但只要站在这一侧，大概率，当然也是有概率的哈，是打不到你的。这2个位置的弹幕光球也打不到你，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逃课哈，也可能是作者的一点小巧思。在攻击海神的时候，各位不要忘记换祝福，因为海神的这个触须挡着我们的触手打不过去，换成女神祝福就完全够用。没耐力了就祷告，有耐力了就攻击，不间断施法，谁扛得住？等海神半血以下，他就会开启海洋领域，我去，领域展开。这个时候我记得攻击它是没用的，我们需要想办法躲掉弹幕雨啊。当然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大多数弹幕也打不过来就是了。有几个离我们很近的，我们不间断翻滚无力针也能轻松躲过。等他的领域结束就继续输出，没一会儿就打死了，非常简单。当然这个也有点看运气，像我之前说的那个激光不是没概率射过来，运气差一点连上好几次都能打到你，这个就有点坐牢了。现在所有的古神全部制裁，离开献祭洞窟，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婆就在门口等我们。现在他有多开心，以后就有多悲伤。他甚至还邀请我们下次来当我们的向导，来看看渔村的变化。可惜啊，爱人，我们已经没有下次了，这就是阴司茅斯的诅咒。虽然这一打下去能帮他结束痛苦，但直接化成血雾了，我实在没绷住，这游戏太恶趣味了。现在去万神殿，但我们还有2个 boss 没有打，一个是爱丽丝菲尔，就是我们第一次到万神殿打的首关 boss， 他升级了来阻止我们，还有就是哥布林王。但毕竟我们要先拿乳母结
局，一个神之子没拿，所以爱丽丝菲尔也打不了。哥布林王就现在是放吧。进入万神殿，大神官奥菲利亚会让我们主动奉献身体。各位别以为这边选择奉献就能拿结局了，拿不了的好吧？拒绝奉献和他一战，然后失败的话，就会和主动献身结果是一样的。跟他打没啥诀窍，第一阶段奥菲利亚随便打打就过了。最难打的是开启升降梯，上升时他的第二阶段会变成死亡与重生之神，这个时候的他是最难打的，打的时候依旧没啥诀窍，各位拼反应吧，尽可能用我之前教你们的方法在上升阶段把他打残，不然到了顶端，无数的小光团弹幕干扰你发挥，兄弟们会死得很难看。在没有结界神之子的情况下将他击败，我们就能得到如母结局，月神都不用打，问就是你没有挑战资格。这次我们将所有的神之子全部收集，回到万神殿下方，发现爱丽丝菲尔好像发低烟了。刷新下地图，我们就能发现他留下来的谏言，告诉我们去大教堂。去了之后，他说了一堆谜语，就开始战斗了。相比较第一次和他战斗，这次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增强，就比如更快的弹幕速度、更密集的攻击方式、更强的伤害。这个时候，兄弟们就要去换一下符文配置了。建议把追踪或者火焰符文换成外壳符文，它的作用是能多承受2次弹幕冲击。我同时建议各位升级一下它，这样它就能多承受1次，在特定情况下还有伤害加成。尽管如此，其实打起来依旧费劲呢，好吧。尽可能和他拉距离，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在他射飞刀的时候，和他对波是最稳妥的。最后成功击败战利品，我们可以说到光之圣剑这东西能增强我们女神骑士赐福，每次祈祷能多射出去1道圣枪，不费白条，买1送1的那种。各位再想一下，既然买1送1打到敌人身上，也能回白条，这样我们的女神骑士祝福就彻底自给自足了。这么好的轮椅，你不早点给我？哎呀，有了它之后打哥布林王也是轻轻松松。刚进去的时候，各位稍微处理一下有点多的小哥布林，然后一直祈祷啊，叨，就拿到了大地符文。解锁剩下2个结局，我们再去万神殿打奥菲利亚就轻松多了。目前的女神骑士祝福是真的轮中轮，乙中乙，已经彻底解放双手了。找到机会就一直倒就完事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搞月神了。刚见到月神有一层外壳，我们打它不掉血，但岂止是掉的，只不过有一层我们看不见的假条。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平台的边边输出它，唯一需要躲的就是砸下
下来的陨石，还有2个全地图清扫的激光。眼看这个激光来了，各位连翻滚4下就能躲掉。假条打爆，月神会出现裂隙，之后我们照着这个裂隙疯狂倒，哎，这关就过了。月神4后留给我们2个结局让我们挑，结局是什么？上面我都讲过了，这里就不多叙述了。目前这就是菲亚的冒险全收集全探索攻略，游戏不错，有魂味，但我总觉得碎片化叙事做的还不够到位啊。虽然游戏剧情线我们能看懂，月神控制女神神格发布命令，天元者把古神大死，给月神的神之卵收集养分，然后月神把神之卵放到菲亚体内，让其诞生统治世界。但集齐了其他神之子之后，有了加护，神之子们就说月神你来晚了，这里满员了。然后月神气坏了，开始发癫。曙光结局就是我们吸收了这些能量自己飞升了，黑暗结局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救了，把桌掀了然后自杀。但一些剧情细节我很难想象到中间都发生了什么。女主老冯为啥就侵蚀了？失踪这么久被人类干啥了呢？爱丽丝菲尔、奥菲利亚真实身份是什么？解锁了乳母结局我们也清楚，这俩人头顶上尖尖的是月神对他们的控制或者眷族标志一类的。但尤其这个爱丽丝菲尔到底击霸谁呀？既然月神把他当提线木偶控制，但为什么要控制你啊？你又为什么要阻止我？还表现出一副一切都是为了我好的一样的言行。不是哥们儿，我跟你很熟吗？这些都有点难猜啊。我之前怀疑过爱丽丝菲尔是女神的人间化身被控制了，后面挣脱看我们可怜，想要阻止我们。但我看 B 站又有人说她其实是菲亚的妹妹啊，看不懂了兄弟们。总之这期影片就到这里了，希望我的攻略能帮到你们。我们下一期游戏影片再见，拜拜拜拜。